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严医师。今天我不讲空泛的养生理论，而是要用比较直白，甚至带点残酷的方式，揭开一个临床学上最令人心痛的事实：绝大多数的颈衰竭都不是突然爆发的，它是一场漫长的演变。而你的身体也曾不止一次地发出求救信号，却被你以忙、累、小毛病为由，亲手按下了静音键。这篇文章是我结合最新医学实证与无数临床案例写成的最后通牒，请把它当成给自己、给至亲家人的一份保命文件，一字一句地读进去。肾脏是人体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之一，它拥有强大的代偿功能，即使功能已经损伤超过 50%， 它依然会默默地努力工作，不让你感到一丝疼痛。流行病学的警钟震耳欲聋，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的资料，全台约有 12% 的成年人，超过200万人，患有慢性肾脏病 CKD。 更惊人的是，高达 96% 的早期肾病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。这不是数字，而是一个个未来可能走向洗肾、心血管疾病甚至早逝的生命。肾脏一旦坏掉，引发的是一场全身性的灾难。心血管系统肾功能不佳是冠心病、心衰竭、中风的独立危险因子，其风险等同于糖尿病患者。血液系统无法制造足够的红血球生成素，导致肾性贫血，让你变成一个随时疲惫不堪的虚弱体质。骨骼系统钙磷失调，导致肾骨病变，骨骼变得脆弱易折。神经系统尿毒素累积，会引起皮肤瘙痒难耐，周边神经麻木，甚至意识改变。而这一切都始于人们非常容易忽略的那3次警告。第一次警告，尿液的无声控诉。最直观的视觉警报，你的尿液是肾脏工厂的即时品质报告。当生产线出问题，第一个反应在产品的外观上。泡沫尿蛋白尿，绝非冲水力太强能解释。临床实景，很多患者会说，医师，我小便一直有泡泡，但过几分钟就散了，没关系吧？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区。正常的尿液冲击也会产生泡沫，但通常大而稀疏，且在30秒到1分钟内会迅速消失。真正的蛋白尿泡沫是细密、粘稠，像啤酒泡沫一样，静置10分钟以上，依然久久不散。这代表尿液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。为什么可怕？因为健康的肾小球就像一个精密的滤网，只会排出小分子废物，把大分子的蛋白质留在血液里。当滤网受损，蛋白质这种宝贵的营养就漏了出去。长期蛋白尿本身就会进一步毒害肾小管，加速肾丝球硬化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该做的检查进阶版、初筛、尿液试纸、urine dipstick、确诊与分级、尿白蛋白肌酸酐比值 UACR， 这是黄金标准。当 UACR 大于等于30毫克每克，就是明确的异常，代表早期肾损伤已经发生，数值越高，风险越大。血尿看不见的未必不存在。临床实景，血尿分2种，一种是肉眼看得见的巨观血尿，尿液呈红色或可乐色；另一种是更常见的显微镜下血尿微观血尿，肉眼完全正常，只能在显微镜下发现。为何重要？血尿代表肾丝球发炎、血管破裂，或是泌尿道路输尿管、膀胱有结石、肿瘤等问题。特别是无痛性血尿，更是泌尿道上皮细胞癌的高风险信号。该做的检查进阶版，尿液沉渣镜检，看红血球的形态。如果红血球变形棘状红血球，代表是从肾丝球被挤压出来的，指向肾炎。尿量与频率的改变，夜尿频繁。正常人夜间尿量约为白天的1/3以下，
如果夜间需要起床小便2次以上，且尿量不少，可能是肾脏浓缩尿液的功能下降，无法在夜间将水分有效回收。这也可能是心脏功能不佳或男性前列腺肥大的信号，需医师鉴别。尿量骤减，这是急性的危险信号。若每日总尿量少于400毫升，约等于2杯马克杯，代表肾脏可能正处于急性损伤，必须立即就医。第2次警告，身体的水患与倦怠、代谢失衡的全面反扑。当肾脏的调节功能进一步失守，问题就不再局限于尿液，而是蔓延到全身。水肿，不是胖，是淹水。临床实景，患者常抱怨，医师，我最近胖好多，裤子都穿不下。但一按压脚踝或小腿，皮肤会凹陷一个坑，久久无法回弹。这不是脂肪，是组织间积聚的液体。为何重要？肾功能下降，无法有效排出身体多余的盐分、钠和水分。这些液体因地心引力聚集在下肢，造成脚踝水肿。当你平躺一夜后，液体回流到面部，便造成早晨起床时的眼皮浮肿。更可怕的是，液体也可能积在肺部，导致肺水肿，让你走几步路就呼吸急促、喘不过气，这已是需要急诊处理的状况。难以抵抗的疲倦与贫血。临床实境，医师，我每天都好累，怎么睡都睡不饱，以为是肝不好，结果一抽血，发现是肾性贫血。为何重要？肾脏会分泌红血球生成素 EPO， 命令骨髓制造红血球。肾功能衰退， EPO 分泌不足，就像工厂接到停产命令，导致贫血。血液血氧能力下降，大脑、肌肉全部处于缺氧状态，你自然会感到极度疲倦、头晕、脸色苍白、心跳加快。这种疲劳不是靠休息或喝咖啡就能解决的。食欲不振、恶心、口中金属味，这是晚期信号，但依然常被误解为肠胃问题。当肾功能严重受损，尿毒素如尿素氮无法排出，会刺激肠胃道黏膜，导致这些症状。这代表身体已经中毒很深了。第3次警告，冰冷的数字不会说谎，科学证据的终极审判。这是最客观、最无可辩驳的警告，直接体现在你的抽血与检验报告上。血压失控性升高。临床实景，一位高血压老病号，原本吃1颗药就控制得很好，最近却发现血压居高不下，加到2颗、3颗药还是飘高。为何重要？肾脏与血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共犯结构。高血压会伤害肾脏的微小血管，反过来，肾脏受伤后会活化肾素、血管收缩素、醛固酮系统 RAAS， 导致血管更剧烈的收缩，血压变得更难控制。血压突然失控，是肾脏发出最强烈的求救讯号之一。eGFR 估算肾丝球过滤率下降，这是评估肾功能的核心指标，由你的血清肌酸酐值，再结合年龄、性别计算得出。黄金标准 eGFR 小于60毫升每分钟每 1.73 平方米，持续超过3个月，就是慢性肾脏病第3期。这是一个关键分水岭，在此之上，肾功能可能尚能代偿。一旦跨过这个门槛，肾功能衰退的速度可能会加快。看到这个数字，你已经没有再忽略的本钱。肌酸酐 creatinine 与尿素氮 BUN 升高。肌酸酐是肌肉代谢的废物，尿素氮是蛋白质代谢的废物，两者都靠肾脏排除。它们在血液中浓度升高，直接反映了肾脏的排毒功能正在亮起红灯。在临床上，医师最心疼的3大误解，白话就是：拜托你别再这么想，我腰不酸也不痛，肾怎么会有事？真相是，慢性肾脏病
极少引起腰痛，除非是急性肾盂肾炎、大型结石或肿瘤，否则你的肾脏正在无声无息地坏死。腰痛常是肌肉或骨骼问题，泡泡尿今天有，明天没有，应该就好了吧？真相是，间歇性的蛋白尿依然是警讯，可能代表你的肾脏在劳累、感染或血压升高时就会当机。这正是需要深入检查，找出脆弱环节的关键时刻。我年纪大了，身体机能退化，疲倦水肿很正常。真相，这是年龄歧视自己。许多80、90岁的长者依然保有良好的肾功能。将所有不适归咎于老化，会让你错过治疗贫血、控制心衰竭、调整药物等可逆转病情的机会，是最令人惋惜的错误。收到警告后的行动指南，你的肾命自救地图。现在，请收起恐慌，转为行动。这是一条清晰、科学的道路。第一步，立即预约家医科或肾脏科，带着你的疑虑就诊，告诉医师，我怀疑我的肾脏可能出了问题，想做相关检查。明确的沟通能帮助医师聚焦。第二步，完成护肾基础检查包。这4项检查是根基，缺一不可。尿液分析加尿沉渣镜检尿白蛋白肌酸酐比值及 UACR， 血液检查肌酸酐、算 eGFR、尿素氮、电解质、钠、钾、钙、磷。血常规检查血红素，评估是否贫血。第三步，读懂你的肾脏成绩单 ，eGFR 值大于等于90， UACR 小于30，优秀，请保持。eGFR 值在60到89之间， UACR 小于30，属于功能轻度下降，需定期追踪。eGFR 小于60或 UACR 大于等于30，这说明已进入慢性肾脏病范围，必须启动积极管理。第四步，启动护肾5环生活，这是治疗的基石，比任何药物都根本。严格控盐，每日钠摄取小于2400毫克，约6克盐。戒掉加工食品、酱料、腌渍物。优质低蛋白，若已进入第3期以后，需在营养师指导下采用低蛋白饮食，并以豆、鱼、蛋、肉等优质蛋白为主，减轻肾脏负担。血压、血糖达标，糖尿病患血糖、糖化血色素小于 7%， 血压控制在小于130/80 mHg， 是保护肾脏的铁律。戒烟、戒酒，尼古丁会伤害肾血管，酒精会升高血压。拒绝伤肾药物，绝对禁止未经医师处方的止痛药及 NSAIDs、来路不明的中草药、夸大疗效的保健食品。第五步，与医师共拟用药策略，首选护肾药物。无论有无高血压，医师都可能处方血管张力素转化酶抑制剂及 ACEI 或血管张力素受体阻断剂 ARB 这类药物，它们能有效降低血压，减少蛋白尿，直接保护肾丝球。新型护肾药物 SGLT2 抑制剂，俗称排糖药，已被证实对糖尿病肾病变及非糖尿病肾病变都有强大的护肾效果，能显著降低肾功能恶化风险。定期追踪，肾病是长期抗战，请遵照医嘱，每3到6个月回诊抽血验尿，监控病情变化。无痛是肾病最大的骗局，检查是你唯一的解药。不要用感觉来评断健康，要用数据。哪管尿液，哪管血液，是你与沉默杀手之间最坚固的防线。今天的每一个小借口，都是明天洗肾室里的一滴眼泪。拖延的成本高昂到你无法想象，它剥夺的不只是健康，更是你的生活品质。
家庭积蓄与个人尊严。你的肾脏不是你一个人的资产，它是你全家幸福感的共同基金。当你倒下，扛起整个家的是你的伴侣，你的子女。为了你所爱的人，请负起管理的责任。行动就在现在。请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关心的人，然后预约一次检查。这不是小题大做，这是一个成熟成年人对自己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与负责。这期的科普节目就到这里，十分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